李沁這條藍裙憑什麼封神？從星光裡走出的海仙子，把難穿的藍色穿成內娛天花板。在內娛女明星的紅毯大戰中，藍裙向來是一個看似安全，其實極難駕馭的色系。太豔顯俗，太淡顯寡，布料選不好，像隨時要去拍寶萊塢 MV， 版型處理不到位，則容易顯得氣場缺失，存在感不足。所以很多明星穿藍裙，最後都變成了平平無奇4個字。但偏偏李沁一出場，藍裙就像被她重新發明過一樣。她不是穿藍裙好看，而是把藍裙穿出了一個新物種。星光中的海仙子，奢華長廊裡的精靈，紅毯上的藍色天花板。從星光大賞的亮片裙，到奢華走廊的漫步大片，她用一種輕盈又華貴的氣質，把優雅藍裙直接玩到破圈。為什麼別人穿藍裙是常規，她穿藍裙就是封神？為什麼同樣是亮片，同樣是緞面，她卻能給人一種從星光裡走出來的濾鏡感？這背後並不是玄學，而是時尚邏輯加氣質匹配度加氛圍掌控能力3者同時在線的結果。下面讓我們把這條海仙子藍裙拆開來，從色彩、材質、剪裁、氣質、空間感5個維度，一點一點拆出它的仙氣密碼。藍色是紅毯上最分人的顏色之一，因為它具有以下3個特點：藍色本身偏冷，不吃氣場，不吃攻擊力。很多女明星靠紅毯出圈，靠的是強攻擊力。紅、金、黑這些顏色情緒濃烈，存在感極強，容易站住紅毯。但藍色不同，它的能量是向內收的，需要溫柔、純淨、乾淨、舉止自然的氣質去配。而李沁的氣質關鍵詞恰好是乾淨、安靜、清潤、輕盈，不做作。這種向內而不外放的氣質與藍色天生搭。藍色容易顯臉黃，顯氣色淡。很多人一穿藍色就臉色顯暗，是因為藍色容易把膚色襯得偏灰。但李沁屬於典型的冷白皮加高級亞麻感膚色，遇上藍色反而更顯透亮。她穿藍裙不是被藍色壓住，而是被藍色襯得像發光體。藍色表示距離感，需要氣質撐住風度感。藍色的高級來自疏離感，演員氣質若太生活化、太活潑，就容易顯得不搭。但李沁一直保持着一種淡淡的、靜而不熱的氣質，有點安靜，有點疏離，非常適合藍色這種高貴又輕搖的色彩。換句話說，別人穿藍裙是道選擇題，李沁穿藍裙是天賦題。亮片禮服是另一個紅毯死亡難度，稍不注意就會顯得太閃俗氣，太沉顯笨重，太密顯油膩，太暗顯年齡感。但是它這一條藍色亮片裙卻反向用了輕、薄、透的方式，讓亮片不再是廉價 bling bling， 而變成真正的星光。亮片用的輕，不是廉價的密集反光，而是點狀星光。李沁的亮片不是大顆粒，不是大範圍，而是細密均勻，成霧面效果，讓整體的反光變成一種流動的星辰。這種處理讓光不是刺，而是柔，形成一種氛圍光澤。材質是軟的，讓整條裙動起來像一連輕海浪。亮片裙如果材質硬，會使人顯得呆、僵、重，但它這條裙在走動時輕飄，有波紋，有種水光從裙邊流走的動勢。這才是高級亮片的靈魂，光不是貼在皮膚上的，而是圍繞着人流動的。藍色加亮片等於冷調閃光，最能呈現星光質感。鮮亮暖色和亮片結合很容易俗氣，因為光感疊加顏色會讓整體偏豔。但冷色加淡閃光會形成一種星空質感。李沁的亮片是星點，藍色是夜幕，它站在那裡，就像夜色自己在發光。真正的仙氣從不是濾鏡，而是由空間、動作、表情、線條、材質共同構成的整體氛圍。
讓我們拆解一下他的海鮮子時刻。空間，奢華走廊加藍裙，是童話場景級別的匹配。奢華走廊本身帶有歐洲宮廷感，燈光金暖，地磚反光強烈。一般人穿藍裙在這種環境容易被金光沖淡，但李沁的藍裙因為亮片細閃，反而能在金色環境裡形成對比。暖金襯托冷藍，冷藍映亮暖金，視覺上就像是海浪走進宮廷，藍光與金光對撞。這種環境的加持，直接把仙氣值拉滿。動態，它的走姿是輕盈的，不拖泥帶水。很多紅毯造型美則美矣，但明星一走路就顯得笨重拖沓，仙氣瞬間塌方。但李沁的步伐是腳步輕，步距穩，上半身挺直，手臂自然下垂，眼神帶輕微微笑。這種步態呈現的是一種自帶節奏的輕盈，而不是一些女明星為了顯高冷而刻意放慢、刻意僵硬的走法。她的走路方式讓裙擺有了呼吸感，面部表情淡定，不炫耀，不搶鏡。仙氣的本質不是刻意，而是不爭不躁，自然流動。別人走紅毯是我來征服你，他走紅毯是我來完成自己。他的表情是淡定的、柔和的，帶一點輕微的笑，卻不刻意媚鏡頭。這種淡感反而比刻意強勢更有力量。身材線條，它不是靠曲線，而是靠骨香。李沁屬於纖細骨香流，它的優勢不是曲線豐盈，而是肩窄、鎖骨清晰，身體線條乾淨，腰身明顯但不刻意，這讓藍色禮服的清透感更強。它不是穿衣服，而是衣服成了身體的一部分。髮型與妝容全是輕的處理，髮型沒有大波浪，也沒有厚重造型，是輕微蓬鬆的自然盤發。妝容以冷調為主，不過分濃。口紅不是妖豔色，而是清雅玫瑰豆沙。所有細節都是減法，正是這些減法，讓亮片藍裙的加法被凸顯出來。紅毯上的第二條藍裙是亮光緞面加花朵結構加星點上身的組合。這套造型之所以被網友稱為天花板，有以下原因：緞面光澤像花瓣反光柔而不俗，緞面太亮會顯廉價，但它的這條是柔光緞，反光像花瓣表面的天然水潤感，而不是聚光燈下的大反光。裙身的結構像含苞的藍色花朵，它一站定，裙擺自然展開，像一朵藍色花苞緩緩綻放。裙擺邊緣的光澤呈弧形，讓整體視覺效果更具曲線美。上身的星點亮片形成星空加花朵二重視覺，這是造型師聰明之處。下半身藍色花朵柔，上半身星辰點點閃，柔加閃形成視覺平衡，這讓整條裙既不沉重，也不失輕靈。造型的情緒是秘密花園，而不是炫酷大秀。李沁的表情與動作非常無攻擊性，與造型的柔美調性高度一致。這類造型換成攻擊型氣質的明星，可能會顯得違和，因為襯托不來這種夜色開花的意境。但它恰好能。最後，我們把它成功的藍裙時刻整理成可複製的規律：氣質和顏色一致性。冷色調加清潤感，氣質等於穩。它的膚色、髮色、氣質都與藍色高度適配。亮片要輕，而不是密；亮片是點光，而不是大片閃光。輕鬆、均勻、細密的亮片最顯高級。材質要有流動感，亮片裙必須軟、薄、輕，讓光隨動作流動，而不是貼身反光。動態要自然，不造作，仙氣來自動作的自然，而不是刻意擺拍。妝髮必須做減法，讓裙子成為主角。髮型乾淨，妝容輕盈，讓整個人保持空氣感。尾聲，她不是穿藍裙的天選之子，而是懂得如何與藍色相處。李沁並不是靠硬氣場取勝的人，
但她身上有一種越來越難得的氣質，輕柔卻不弱，疏離卻溫暖，清淡卻有力。這正是藍色禮服最理想的承載者。所以，下次誰再敢說藍裙難穿，你就可以像你原文說的那句一樣，井底蛤蟆上井台，大開眼界。因為在李沁身上，藍色已經不是顏色，是星光，也是海，是風，也是他本人。